Hello，大家好，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派老。今天是给大家讲解一下 OP16的海军轴皇子克拉松。我也是使用这名领袖在旗舰赛上打到了亚军，觉得稍微有一些小心得了，才拿出来给大家做个分享。当然，主要还是马上就六色遇阻了，再不出来不及了。话不多说，咱们马上进入正题。首先，先说我为什么要选择克拉松这名领袖。我这里有这么几个主要原因：一、稳定性比较高。曾经的藤轴克拉松是一个12至16件的一个卡组，所以经常性的能做到要什么有什么。但是尽管切换到海军轴之后，整体的检索数量是下降了的，可是可被检索的浓度却是大幅度的提升了的，以及大部分期望上手的单卡都是海军词条，使得检索的稳定性相比以前还是提高了的。再加上岛的绿筹效果，更是对卡组的极大帮助，所以算是近期我体验过稳定性最高的卡组之一。二、上限高。要问这几弹每弹最超模的单卡有哪些？我觉得1B04的黄猿、OP15的万雷和 OP16的赤犬一定是榜上有名的。在单论对领袖的超模单卡，南罗 TT 也能算得上，所以克拉松可以说是一个超模单卡的集合体。而且这里面除了万雷还都是海军词条，正好映衬到16弹的步枪，一连吃了这么多超模单卡，也为克拉松带来了相当不俗的上限。三、环境适应性强。这里放出来虎哥帮我统计的胜率图，其中虽然克拉松的表现不算亮眼，但是他的表现整体来说确实是相对稳定的，没有特别大的劣势对局，面对环境内的绝对主流也不是完全无法应对。甚至我打到亚军当天，我和另一个克拉松选手，我打了一大堆黑胡子，他打了一大堆艾尼路，然后我俩全赢了。虽然构筑上会有不同的针对倾向，但是也是至少说明了这名领袖有这个适应能力，对吧？所以我觉得是仅次于安妮路的最万金油的新选择。最后就是我的个人原因了，我确实坚持了这名领袖好久，那能玩了肯定是更不愿意放弃了。前3条就是主要选择这名领袖的理由了。如果你想选择一名稳定性不错的超模 BOSS 卡组，克拉松会是你的不错的选择。说完领袖优势，咱们过下卡组。相较于曾经的唐轴、海军轴的整体差异还是非常大的。首先凸显在检索上面，专门用来找罗的克拉松我已经缩减到了只有1张，然后更多的去拉满了科比以及3个岛作为检索。这里面最主要的考虑有2点，首先是现在本身罗的浓度没有那么的高了，一共只有18张了，所以克拉松经常会空检。然后就是现在的克拉松主要就是去找4费的追踪罗用的，而 OP16 给咱们补了个新的小孩罗，约等于也是弥补了追踪罗的数量，使得咱们3费有罗的概率变高了，少一个检索，多一个咱们想要的内容，整体上来说区别不是很大了就。然后对于后手的话，咱们因为有4张丢手罗，4张2000边罗，可以说4费80%的情况大都是有事儿干的，一定不会空过，因此也就不会特别依赖克拉松的检索了。其他就是换成海军轴之后需要下的那些超模单卡了。黄猿、赤犬、万雷因为实在太厉害了，所以就不过多讲解带就行了，着重聊一下2000边和我带的几个针对性的事件。除了2000边的罗要带满并且不能动以外，别的2000边我建议尽量是从以下几个里面你自由组合一下。首推的是2000边的德雷克，首先它一个是海军赤检索，然后一个就是环境里的马尔高和弗兰奇，内战的2种罗打蓝绿路飞更是有奇效，是我最推荐的2000边。类型差不多的是乌索巴，说实话我就不那么推荐了，一个是现在没了检索罗很容易找不到，然后就是因为在部分对局中或者经常性的对局中你可能没有8费，再加上咱们也没有回收它的手段，纯粹是一次性道具了。德雷克躺下来还经常能骗一脚，他就纯没用了，所以不推荐。宙斯的话是因为北京黑胡子和艾斯比较多，黑胡子经常会养克拉松，而且他也会比较多的去控制你的场面，让你没有1费人去解他的方法卡，此时就是需要宙斯出来帮忙了。打艾斯的话，因为这是一个抢后的对局，面对他的5费大河，比较舒服的6费节奏就是2+4，然后打2+6，然后一直用赤犬处理他的大角色。下一个备选的2000边我推荐是阿赫，吃检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可以当做第10张的检索，万一前面真卡了也能用来调度。只不过我目前玩下来的体感是没有那么卡，所以没有投入，更喜欢提高一些下限的，建议选择阿赫。触发抽2的 Baby 5，如果你打算连德雷克也放弃的话，可以投入，而且一投入就要投入4，下俩去赌触发不如不下。最后一个是个隐藏单卡，看人连造，纯是为了打蓝绿路飞投入的单卡。好在北京现在这玩意儿不是很多，所以还没有投入，一旦多起来我就要开始考虑了。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的2000边了，咱们就进入事件上的选择。我是选择投入了2个橡皮雷和2个光波剑，目的还是为了针对北京的2种胡子多的环境。有些人可能会问，那为什么不选择雷营呢？一个是因为我不想错过战赤犬的机会，然后另一个就是一血往往就是克拉松比较危险的血量了，最好的情况也就是雷营之后配合岛加领袖技能加赤犬效果还能占个黄猿，我还能觉得有点安全感。但是你又留不下费了，后期基本就都是靠费来守血的了，也还是会有生存危险的。就比如打黄黑胡子，就算雷掉一个胡子，下回8+10还是有可能把你斩了。所以综合下来，雷营的条件比较苛刻，所以没有选择雷营。然后另一点就是光波剑也有类似雷营的效果，因为在面对除了绿色的卡组的时候，你横了他一个角色就跟暂时解掉了他是一样的，况且因为有赤犬的存在，还挺容易做到能留住费用的，所以是没有投入雷营。再有就是可选的针对卡就是瓦帕了，首先就是纠正一个误区，瓦帕在
面对黑胡子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么厉害，毕竟都是 KO 时效果，除非前期堆了复数的酒桶，你能一次换多个，还算是比较赚的，其他情况下基本都不是很赚，所以主要还是针对安妮露和蓝绿杜菲。最后一张想聊的单卡是巴菲的女罗，这张牌现在是已经被我优化出了构筑，说一下理由，主要原因有2点，一个是费用太高，它的领袖技能还需要6费才能登场，会跟赤犬抢时段，因为赤犬登场大概率能帮助你解掉一个场面或者限制一次进攻，一定程度上比奶了一血更有用。然后就是女罗跟其他的罗抢时段，因为女罗会占用一个领袖技能，所以你大概率只能再登场个小的罗了，但是如果是赤犬的话，可以赤犬加 TT 同时登场，场面会更有压制力。最后就是实在是太亏资源了，因为你赤犬加解牌手牌掉的就已经很快了，你再表演个手牌消失术直接就别玩了。所以尽管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想着黄猿加女罗场面又大又安全，但是一个是条件太过苛刻，还会把手牌打光，费用用光，然后场面也没有特别厉害，因此思前想后还是抛弃了女罗，采用了现在的构筑。聊完单卡，咱们就该聊聊对局思路了，毕竟构筑上大家都好理解，主要就是打法思路上面。先说先后手的取舍问题，90%以上的对局咱们都是先手的，因为先手实在太厉害了，所以咱们之后的讲解大部分还是按照先手来。分领袖讲解时会解答什么领袖要后手，然后就是克拉松还是一个比较公式化的卡组，所以你在大体的打法流程上面是有一个比较期望的节奏的，并且按照这个节奏能打绝大部分的领袖，那就是3费下4罗，5费下 TT，7费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争取再下个 TT， 然后就一直续赤犬就可以了，中间也不用花费特别多的资源去保怪，而是尽可能的让阻挡去替你节约资源，然后用节约下来的资源转化成赤犬的结场资源。所以咱们可以把克拉松的整体节奏切换成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资源积攒阶段，因为你的4费阻挡罗和6费的 TT 在先手情况下都是远超当前时间的高质量生物，所以在现在这个绝大部分领袖都是暗费拍怪的环境，你这2个巨物往场上一站，对手直接失去进攻能力，同时在咱们有万雷的情况下，能非常轻易的做到又不掉血又不掉资源的进入中期，所以咱们前期的首要任务就是发挥优势，积累资源。第二个部分就是场面控制阶段，你资源攒下来是干嘛的呀？当然得有地方去啊，就是在这个阶段使用的，因为你每用一张赤犬就是在开始消耗资源了，再加上配合一些其他的事件使用，以及为了进攻轮次，你的阻挡者也会开始出拳，你就开始没有资源节省或者赚牌的能力了。所以咱们要做到，你每出一个赤犬都一定要换到对面的资源，去缩减对方的场面，减少资源的消耗。甚至在很多主流的对局中，你每个赤犬能不能换到对面的场面，都能很大程度上的影响一整局的走向。所以如何利用好每个赤犬，才是克拉松现在环境的必修课。第3部分就是拉扯资源阶段了，此时的主力军会从赤犬再次拉回到 TT 和黄猿。首先每次下赤犬的最好的节奏都是赤犬在搭配一些事件的使用，去稳定处理掉对方的场面，然后如果是不需要事件配合或者没有事件的时候，就最好是能保持住1回合下2个角色，最好的组合一般就是赤犬加 TT 或者赤犬加黄猿了，你就再次重新开始获得了资源拉扯的能力。这也是克拉松全面的地方，因为你只要度过中期资源最匮乏的那个阶段，你后面就能找机会把资源再打回来，毕竟双黄猿还能留1费开反击，也就只有克拉松能做得到了。最后就是直到彻底没办法拉扯了再去斩杀，因为克拉松最薄弱的能力其实就是斩杀，因为你没有特别多的和特别高的斩杀手段，基本上就是场多大斩杀就多大，所以对面也非常好算，因此大概率都是对面觉得自己要死了来反斩你，然后你守下来就赢了。所以克拉松是能非常好的诠释我的观点的领袖，就是 OPCG 没有斩杀，只有拉扯和反斩，除非活不下去了，否则永远在拉扯。大体节奏聊完，然后快速说一下各个领袖的对局思路。首先是最主要的艾尼路，其实克拉松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不好过艾尼路，也是被大部分主要诟病的问题，但是你要说真完全打不了那也不是，只是条件要求比较苛刻。首先这个对局是无脑要先手的，先手可能还能有50%，后手则是30%都没有了。然后这个对局也是会硬性要求有3到4个赤犬的，用赤犬去换他的艾尼路，换掉了就赢，换不掉就输。所以大部分情况下面对这个对局咱们会采取养血的战术居多。咱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答。首先先手为什么更有机会，其实最重要一点就是你先手5费的 TT 能抓到那张牌，后手抓不到，然后就是先手有可能多占一个 TT 人，或者让他的艾尼路踢不出来，直接赤犬加万雷处理掉，然后下回合就可以开始给他血量上的压力了。或者如果有第2套赤犬加万雷，这把基本上就已经直接拿下了，这都是先手才有的优势。后手的话主要机会在于这2种，第一种是对方 T2 没出牌，然后你5钱打了一脚对面吃了，被你丢出了丢2个艾尼路，小要6费没事做。第2种则是下能追费的罗，然后直接到7回合开始赤犬加万雷去处理他第1个艾尼路，但是因为此时场面很小，很可能处理不掉，解掉了还能玩，没解掉也就基本走远了。所以从场面机会上来说，咱们也能看到无脑抢先就行。面对黄黑胡子的话，总体而言是个小优对局，甚至先后应该都算是小优。然后就是这个对局其实很多时候不看咱们，主要是看胡子自己顺不顺，然后就算他顺，咱们也只要能准时橡皮雷，他也就没法玩了。所以我才会认为不论先后都算是小优对局。但是如果问我的先后倾向的话，我建议是选先，因为胡子是个暗费拍怪的领袖，后手的4680虽然更适应胡子
子自己的节奏。但是先手的胡子多这一费，他能每回合多下一个9桶或者番号卡，使得他经常性的能多处理咱们1-9公频，会让咱们不舒服。所以基于这点，我的建议是要先。然后就是这个对局的要领就是把事件都捏死，因为有些对局你会在前期把万雷优先用掉，但是打胡子的话，我建议是先留一留，因为有些胡子在面对克拉松时会选择养的战术，那么此时他的决策就都会是立着的，或者就算不养，你去处理他的场面也要比保护自己的血量的优先级是要高的，甚至有些时候需要多吃血去找血牌，毕竟还原在这道牌里是吃点的，比黑胡子上手肯定是要稳定一些的。只要用赤犬处理掉他2个石胡子，不管用什么方法，这把基本也就都拿下了。打娜美的话，不论先后，我都认为是个军事对局，当然能选还是要选先的，原因就是8费时的重力刀咱们已经把该打的都打出去了，然后进入赤犬轮次的话，就算没有其他的场面配合，只要有事件也就没那么有所谓了，该解的都能解掉。然后就是娜美前期开重力刀的话，说实话咱们其实是能接受的，因为一个是先手的话他清不干净，然后就是他自己也没有场面，咱们依旧是保持着进攻方的身份，需要他来处理咱们的场面，所以只要咱们的场面压制得当，让他找不到很好的机会开重力刀，咱们也就能有比较大的机会当然如果是那种6血8出的娜美，你就让他赢吧，毕竟人是打不过狗的，那种娜美来了谁也打不过。内战的话，讲真的我其实碰到的不是很多，但是我认为的话能选还是要选先，然后谁吃犬多谁先生吃犬谁优势。然后另一点就是先手可以根据对手的打法选择自己的打法，因为内战后手可以有一个操作叫做2费卡东，就是2费时炸一个东，让他下回合的死萝卜能追东，但是这里一个是大不了咱们就接着捡呗，保证自己的后续节奏，要不就用小孩罗也能保证自己不亏东，然后5费再下阻挡罗，保证自己的吃犬节奏就可以。后手的话就是哪怕采用了炸东战术，也是干啥都慢了一回合，然后虽然不耽误7费下吃犬的节奏，但是此时人家场上已经比你多了一个吃犬，所以节奏上肯定是要比你更好的。然后就算是吃犬加万雷解了，对面下回合8费处理你的手段可太多了，然后你还变得只有6费了，约等于退出游戏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先手好一点。蓝绿路飞最近也是多了起来，如果遇到的话还是优先选择先手。我觉得这个对局是少数克拉松不靠吃犬赢的对局，因为蓝绿路飞是个会一直拷打你2000鞭的卡组，而2000鞭又是现在克拉松的弱项，很容易对面敲打着就给你打没了。所以在咱们这种没有瓦帕的构筑里，主要的应对方案是不断的靠 TT 加黄岩去苟活拉资源，德雷克和橡皮雷也会是比较关键的单卡，我爱你也是关键防守组件，单卡挡2脚，前期就是一切以还原为目的，不下女帝咱就不下吃犬，优先站 TT 人去拉资源，等到场上站了4个 TT 了，咱们也就离赢不远了。属于克拉松比较要求手牌的对局，但是整体不算劣势，除非对面是以全体起立为主要思路的构筑，克拉松可以说是只怕这一张牌，所以要优先防范。红蓝艾斯应该是我会唯一要后的对局，因为咱们会特别害怕他的乔兹，乔兹算是最克制克拉松的单卡了，然后8+10也有着比较强的压制力，我不能接受他又乔兹吹我，然后又接一个8+10，所以会更倾向于要后。但是如果他没有准时乔兹处理我们的场面的话，只要不是特别卡手，咱们就也不会特别难打了，因为会硬性要求他的8000头不能断，一断就要掉大量的手牌了。然后就是跟打黑胡子一样，会比较依赖事件，解掉2个胡子咱们就比较有机会了。但是总的来说不是个特别好打的对局，毕竟现在有7到8张的8000头，以及咱们最害怕的单卡乔兹，还有非常大量的资源，整体上属于要求比较高的对局。最后是红蓝露西，整体上不算劣势，我觉得毕竟会硬性要求他的结场方式是减3000加屏障墙，以及白马站不住，会是用巴托，所以资源的可持续性上面并不优秀，属于谁先谁优势的对局吧。要点就是跟所有领袖打露西一样，怪不躺下来，然后用赤犬去换他的萨博，等到10费开始，咱们每回都是破2，露西就受不了了。再加上咱们前期积累的场面，露西资源会掉的特别的快，不属于难打对局，除非露西为了针对克拉松也开始带乔兹了。以上便是我最近玩克拉松打下来的一些心得体会。整体来说，克拉松的补强还是不小的，是个比较有操作感、比较吃熟练度的领袖，但是一旦练习完成，打个上位应该不成问题，推荐大家上手试试。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派老，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